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对话，往往能撕开一个时代最坚固的伪装。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全世界的镁光灯都对准那些整齐划一的正部和所谓的国之重器时，一段通过各大媒体麦克风无意间直播给了全世界的悄悄话，或许才是理解当下中国所有光怪陆离现象的总钥匙。当普京的翻译官转述再过几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时，习近平几乎是脱口而出的紧跟着确认，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将来可以活到150岁。这段对话让西方媒体的直播间瞬间炸了锅，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笑话，或是一个独裁者之间心照不宣的黑色幽默。但朋友们，如果我们真的把这当成一个笑话，那我们就太天真了。这根本不是闲聊，更不是一个偶然的外交誓言，它是一份宣言，一份统治阶层对其自身生命价值与被统治者生命价值的终极定义。这是一把不小心掉在地上却能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它所揭示的是一个已经悄然运行了20年，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支撑着一个政权核心幻想的恐怖工程。这个幻想就是权力的永生。要理解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从战狼外交的歇斯底里，到国内经济的螺旋式下坠，再到社会上那种弥漫的戾气和绝望，我们必须从这个150岁的终极目标开始解码，因为它解释了所有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那个始终如一的冰冷的反人类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当一个政权的最高国家利益从领土扩张、经济增长异化为最高统治集团个体的生物性永生时，那么构成这个国家的10多亿人民，其身份定位也必然会随之改变。他们不再是公民，不再是国民，甚至不再是韭菜或人矿，而是一个个潜在的、可随时被调配、被提取的生物资源，一个为首长健康这个终极工程服务的巨大的、流动的器官库存。这个代号为981首长健康工程的计划，早在2005年就已经启动。解放军总医院，也就是301医院，曾在昙花一现的广告中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的医疗保健体系能让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而延寿目标正是150岁。朋友们请注意这个时间点，2005年，这恰恰是在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全面铺开，一个庞大、无助且被彻底剥夺了法律权利的群体成为国家暴力机器可以随意处置的敌人之后。这两条时间曲线的惊人吻合绝非偶然，它标志着一种新型国家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一个关键的技术前提已经具备，那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活体器官库。位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由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经过数年严谨的调查取证，最终做出了排除了所有合理怀疑的判决，认定在中国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制摘取器官行为已经发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涉及了巨大数量的受害者。朋友们，排除了所有合理怀疑，毫无疑问，这是英美法系里对刑事定罪的最高证据标准。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再是传闻，而是铁案。当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普京云淡风轻地说出器官移植的时候，他不是在讨论一个医学上的可能性，而是在展示一张他握在手里的浸满鲜血的王牌。这套系统的运作成本高到什么程度？根据体制内人士向海外披露的文件，仅在2022年一年，由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不足1000名的中央及省级高官划拨的医疗保健经费就高达164亿人民币，人均每年超过1640万。这笔钱足以支付数千个普通老百姓一辈子的医保总额，而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这笔天文数字的背后，支撑它的是什么？是全国顶级的专家、专门的运输线路，以及一个庞大的、可随时检索匹配的血型和组织配型资料库。当一个83岁的山东老兵只能靠每月200块钱的收入在寒风中卖萝卜为生时，另一群人正在规划着自己150岁的生日派对。
这已经不是不公平了，这是两个物种的生存状态。更可怕的是，当原有的库存不够用时，这部贪婪的机器已经不再挑食。近年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像胡鑫宇那样的青少年在校园里、在家门口离奇失踪？为什么各地中小学要兴师动众，普遍给孩子们验血，建立所谓的健康档案？为什么甚至要以利诱或施压的方式，要求那些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具备的孩子，签署那份连自己都未必完全理解的器官自愿捐献书？一个孩子，他的自愿在法律上有效吗？这哪里是自愿，这分明是在为一个巨大的国家级的生物资源库进行数据采集和库存盘点。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恐怖的演变，从最初使用敌人的肉体，到如今整片土地上最年轻、最健康的生命都成了潜在的、可以随时被检索和调配的零配件。这片土地正在从一个国家悄然演变成一个为极少数人续命的巨型人体器官农场。当这片土地本身被悄然改造为一个服务于少数人的巨型人体农场时，生活在这片农场之上的社会，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会呈现出怎样一种溃烂和恶臭呢？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一个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诚信和对生命的敬畏之后，必然会陷入一种普遍的无休止的内耗和互害模式。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一个短视频，一位老爷爷为了增加重量，把准备卖掉的纸壳放进水里浸泡。评论区有人说这没什么，因为收废品的老板用的是6两秤，大家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最终达成了某种动态平衡。朋友们，这看似是一个底层生存智慧的黑色幽默，但它恰恰是中国社会运行逻辑的一个精准隐喻。整个社会都在为这种无处不在的蘸水和6两秤付出巨大的看不见的成本。收废品的多了一道用假秤的工序，卖废品的多了一道蘸水的工序，交易的效率被大大降低，本可以用来创造价值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了这种互相算计的零和博弈之中。从地沟油到毒奶粉，从豆腐渣工程到学术造假，本质上都是这种蘸水纸壳逻辑在不同领域的延伸。当这种互害模式从街头巷尾延伸到各行各业，延伸到国家机器的每一个角落时，所谓的内卷，其实质就是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急剧增加和效率的无限内耗。为什么中国人工作时间那么长，却感觉越来越穷？因为我们做了太多本不该做的、毫无价值的蘸水工作，我们把太多的聪明才智用在了提防身边人、算计身边人上，而这种系统性的不诚信，最终必然会反映在国家的对外行为上。一个在国内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统治的政权，在国际上，它同样不会遵守任何规则和协议。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二个层面的观察：这种内部的腐烂如何必然的外溢为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外部行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上蹿下跳的所谓考研名师张雪峰。他声嘶力竭的叫嚣，只要枪声一响，他就要捐1个亿去打台湾。这种言论在中国今天的舆论场上不仅畅通无阻，甚至能为他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声望。他本人在回应中理直气壮，认为这是每一个有能力的中国人应该有的态度。但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他口中的祖国统一究竟是谁的统一？他要捐出1个亿让谁的孩子上战场，去牺牲生命来实现这个统一？是为了让那些正在为每月不足1000元收入挣扎的6亿人统一，还是为了让那些规划着自己150岁生日派对的权贵们能更长久地享受他们的特权？这种所谓的爱国豪情，实际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允许在安全区域内宣泄的暴力。在一个连150岁都成为网络敏感词，一个在直播中喊出台湾政治人物名字如清德、国昌就会被立刻封杀的国家，你谈论任何真正的政治问题都是极其危险的。但只有2件事是绝对安全的，甚至是受到鼓励的：骂美国、骂日本，以及喊着要武力统一台湾。张雪峰的勇敢不过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靶子上表演着一场事先张扬的射击。他所有的勇气都来自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政治正确的。
一个有趣的传闻是，这位爱国者曾多次申请移民被拒，才摇身一变成了捐1个亿的战争狂人。如果这是真的，那这出戏就更具讽刺意味了。一个自己想润而不得的人，却鼓动那些无处可润的年轻人去当炮灰，这不正是整个中国社会互害模式的缩影吗？国家机器恰恰需要并鼓励无数个张雪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叫嚣可以有效地转移内部矛盾，可以将人民因为生活困苦而积攒的怨气导向一个外部的被塑造出来的敌人，从而让他们忘记身边真实的切肤的痛苦。这种仇恨叙事的操控是深植于中共历史的。要理解今天这种工具化的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先回顾一段被刻意模糊的历史。二战后，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应向盟国赔偿，中国作为损失最惨重的国家，理应获得巨额赔偿。然而，蒋介石政府为了换取美国反攻大陆的支持，于1952年主动宣布放弃。到了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在外交上彻底孤立台湾，实现一个中国的原则，也同样放弃了这笔赔偿。官方的叙事总是冠冕堂皇，周恩来提出的理由是不能把赔偿转嫁到日本劳动人民身上，但本质是用中国人民的苦难去交换一个政治上的战略目标。更有甚者，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85年，长达13年的时间里，南京大屠杀这5个字在中国的公开媒体上几乎是消失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国家利益是中日友好。等到85年之后，中日关系恶化，需要煽动民族情绪时，南京大屠杀才被重新从历史的故纸堆里翻出来，成为凝聚民族仇恨的工具。朋友们看到了吗？什么时候恨，什么时候爱，恨到什么程度，爱到什么程度，甚至连民族最深的伤疤都成了当权者指挥棒下的一张牌。个体的正义与历史的真相，在巨大的国家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这种被官方默许甚至纵容的狂热，最终会演变成一种极度脆弱的社会心态，即玻璃心。在武汉大学，仅仅因为开学典礼上白色椅子贴了红色的圆形标签，在某些人眼中构成了日本国旗的意象，就引发了网络上山呼海啸般的批判，最终逼得校方公开道歉。大家想想，这正常吗？一个号称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国家，一个拥有航母和空间站的国家，其国民的心理竟然脆弱到会被一个红点和白底的组合所刺伤。这种脆弱恰恰是内心极度不自信的表现，它源于一种深层的恐惧，害怕外部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害怕任何可能动摇官方唯一叙事的符号。这种建立在仇恨和恐惧之上的强大，就像一个充满了氢气的气球，看起来庞大，但只需一根小小的针就能让它瞬间爆炸。当这种对内压榨、对外投射仇恨的模式走到极致，就必然会演变成一种针对文明世界的超限战。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3个，也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层面。当一个政权将自己的人民视为可开采的生物矿藏时，这种思维模式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国内，它必然会以某种形式向外输出，成为其对外战略的一部分。普京在那个举世瞩目的场合，不仅没有否认与习近平的对话，反而亲口证实，并补充说与器官移植相关的技术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承认，而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展示。这场展示的潜在台词是什么？弗拉基米尔，我的老朋友，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这里有现成的即插即用的零件，只要我们站在一起，我能让你活得更久。这就引出了一个更黑暗的领域，中共是否正在把活摘器官当作一种最高级别的国家礼物，一种闻所未闻的器官外交？未经证实但流传甚广的消息称，中方曾向病重的越南前领导人阮富仲提议来华更换器官，并暗示对现任的苏林主席也可以提供类似服务。这个传闻最关键的一点是阮富仲拒绝的理由，情报显示普京在北京接受治疗时可能被实施了脑控。这个细节无论真假，都精准地描绘出了器官外交的真实逻辑。我给你续命，
你给我忠诚和你们国家的主权。生命成了最高级别的筹码和控制手段，这是一种终极的诱惑，也是一种终极的绑架。如果说器官外交是中共将内部压榨模式向外输出的高端定制服务，那么另一条战线上的毒品超限战，则是这种模式的大规模杀伤性应用。美国为何要动用一支灭国级的舰队去封锁委内瑞拉？中共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嘲笑美国光打雷不下雨，说委内瑞拉有什么神秘无人机部队的王牌。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美国要打击的根本就不是马杜罗那个早已被掏空的伪政权，而是其背后那个真正的操盘手——中共。美国司法部在起诉马杜罗政权为太阳集团贩毒组织的同时，也正式起诉了22名中国公民和4家中国企业，指控他们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FBI 局长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查获的芬太尼粉末足以杀死7000万美国人。朋友们，这已经不是毒品走私了，这是一场针对美国社会的、由国家力量在背后支持的、成本极低的生物化学战争。这场针对美国的毒品战争，其组织架构完美复制了中共的代理人模式，源头在中国，由那些化工企业生产弹药、物流和分销，则交给了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和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权。中共通过向委内瑞拉这样的失败国家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贷款，换取其石油、港口和主权，把它变成自己在美国后院的一把尖刀。你看，无论是向越南领导人推销器官，还是通过委内瑞拉向美国输送毒品，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利用人体的脆弱性作为武器，将医学或化学这些本该服务于人类福祉的科学，扭曲为服务于其政治野心的工具。这种将人的生命物化、工具化和武器化的思维，正是从其内部将人民视为生物资源库的逻辑一脉相承、自然延伸的结果。当内部的压榨和外部的输出达到一个临界点，来自文明世界的反击就不可避免。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军事部署看似是针对委内瑞拉，但所有人都明白，这真正的观众远在太平洋的彼岸。这支舰队的配置：闪电航母2栖攻击舰、海军陆战队、F-35隐形战斗机、核动力攻击潜艇。这套组合的唯一战术目的，就是执行高强度的登陆作战和外科手术式打击。用如此豪华的阵容去对付一个经济崩溃、军队腐败的马杜罗政权，无异于用宰牛刀去杀鸡。所以，这根本不是一次单纯的缉毒行动，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威慑，一次不动声色的实战教学。美国在用实际行动向北京传递一个清晰的不能再清晰的信号：第一，你通过代理人对我发动的毒品超限战，我已经掌握了全部证据链，并且有能力、有决心从物理上根除你的代理人。第二，我今天用来清除你在西半球桥头堡的这套战术和装备，明天也同样可以用来解决西太平洋的问题。你不是天天在演练如何登陆台湾吗？今天我先给你打个样，让你看看什么叫现代化的2栖登陆作战。更有意思的是，就在美军大兵压境之后，中共的央视突然宣布委内瑞拉部署2.5万名士兵打击贩毒。这滑稽的一幕，像极了一个考试作弊被老师抓包后，赶紧埋头假装用功的孩子。所以我们看，所有线索最终都汇集到了一起。那个天安门城楼上关于150岁的窃窃私语，它不仅仅是一个独裁者对长生的痴迷，它揭示了这个政权最底层的运作密码。为了实现这个极少数人的终极幻想，他们可以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人体农场，把人民的生命视为可再生资源。为了维持这个农场的稳定运转，他们必须在国内制造高压和仇恨，鼓励像张雪峰这样的投机分子煽动战争情绪。而当内部的资源和压榨都不足以支撑起野心时，他们就必然会向外输出混乱、毒品和腐败，发动针对文明世界的超限战。从德国战后对犹太人赔偿600亿美金，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深刻反思，到日本因为没有受到彻底的清算和惩罚，至今仍在历史问题上含糊其辞。从菲律宾总统轻而易举地赦免一个伤害了130多人的战犯，
到中国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而放弃战争赔款，并操控历史记忆。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对罪恶的宽容，并不会换来和平，只会让罪恶更加坚定。当正义可以被交易，当历史可以被涂抹，当人的生命可以被定价，甚至被视为耗材时，这个系统离最终的崩溃也就不远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种种乱象，无论是武汉大学里一个白底红点的座位标签就能被上纲上线成日本国旗的荒诞，还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坦然地说出几个月才能吃一次肉的辛酸，都只是这艘正在加速下沉的巨轮上不断冒出的气泡而已。船上的权贵们还在做着长生不老的美梦，而大多数乘客却连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这种巨大的撕裂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加勒比海的潮声终将拍打在太平洋的彼岸。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峙，更是两种价值观、两种生存逻辑的终极对决。而为那个帝国黄昏奏响的丧钟，或许就始于那个关于150岁的荒诞而又真实的梦呓。